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于国桥的风46 Pro Low。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还先来给这一双鞋的外观打一个分吧。这一双鞋，你觉得在外观方面可以打几分呢？球鞋的鞋型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就是在配色方面，我觉得国桥还是得多跟361度学习一下。这配色真的不咋地，看着脏兮兮的，并且这一双鞋是最近国桥推出的篮球鞋当中 logo 露出最为明显的一双，在鞋舌、鞋头、后跟以及鞋底上面都有着明显的 logo 露出，这一点可能会劝退很多不喜欢国桥 logo 的朋友。当然，这个鞋款是要给 NBA 球员穿的，那他把 logo 露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把 logo 藏起来，谁又会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篮球鞋呢？对吧？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老样子，从它的大底开始说起。大底的外侧一圈使用了这种网状的纹路，在中间部位的纹路则是使用了这种有点像是等高线的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在干净的场地上面打球，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但是它过于密集的纹路让它在吸灰方面表现的不是那么出色，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够拥有够用的抓地力。大底的橡胶在硬度方面的表现还算 OK， 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60出头的样子，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水泥地的话，还是有点够呛。球鞋的中底使用了全新的这一个叫做 Goo Turbo 的中底缓震科技，这一次的这个 Goo Turbo 就是正宗的超临界了。之前的 Goo Lite 和 Goo Pro 其实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超临界发泡材料，不过这一个第一次用在篮球鞋身上的 Goo Turbo 在实际的穿着体验方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进步空间的。中底的整体调教比较偏软，虽然确实能够提供给你比较不错的脚感，一上脚就能感觉到中底的软弹，但是偏软的中底调教就注定了它在缓震极限方面不会特别出色。好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不会有什么震脚的感觉出现，但是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缓震极限是有所欠缺的。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对于缓震极限有比较高的要求，那这一双鞋就不会是你想要的鞋款。这一双鞋还是更加适合体重稍微轻一些，或者是对于缓震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朋友去进行选择。而偏软的中底调教让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无法令我满意，并且肉眼可见的它的中底厚度也并不算薄，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出色，加上它中底比较明显的泄力感，在突破发力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所提供给你的那一种感觉并不直接，突破偏多的朋友应该不会喜欢它。好在它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是比较不错的，并且前后掌一片式的中底缓震材料，加上足弓处这一块强度非常高的 TPU 加持，中底的前后掌过渡十分流畅，跑动的感觉非常棒，用来进行全场的实战或者是半场的实战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并没有在中底置入前插的碳板或者是 TPU， 它的中底并不能提供给你明显的推进感，当然这也让它成为了一双并没有什么穿着门槛的篮球鞋，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它。而且它的脚型适配也是比较广的，鞋楦的宽度略微有一点点的偏宽，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偏宽的朋友都可以进行选择，基本上不是太宽或者太窄的脚它都可以适配，并且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球鞋在最前端使用了一对动态鞋带孔，我偏窄的脚型穿着这一双鞋的时候，只要把这一对鞋带拉紧之后，它的包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它的鞋带是这种比较扁比较宽的鞋带，系紧鞋带之后，它的包裹舒适度会比那种使用细鞋带或者是圆鞋带的球鞋要好一些。不过这种超低帮的设计啊，你一定要把它的鞋带拉得非常紧，它在脚踝处的锁定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系得不够紧，它还是会出现一点点的掉跟的现象。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它的鞋舌是比较厚的，鞋带拉得再紧也完全不会出现鞋带勒脚的现象。而在实战过程中，它的动态锁定，只要你系紧鞋带，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管做什么动作，双脚在鞋内都不会出现明显的位移。
低，在做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这一双鞋身上使用的这种 TPU 混纱的鞋面材质强度优秀，并且延展性非常低，在受力点位置处还有着热熔材料的加强，外侧还有着一块从鞋头一直延伸至后跟的 TPU 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加强。球鞋的侧向支撑十分出色，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后跟处的鞋面也有着加强处理，并且在内部还有着硬度比较不错的钢宝加持，让它在后跟处的支撑也得到了保证。球鞋中底的高强度 TPU 片加上外侧外包的 TPU 条，让球鞋的整体刚性也有着出色的表现。不过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有着比较明显的欠缺，虽然球鞋的中底 TPU 硬度非常高，也有着明显的上翻，但是上翻的幅度着实有点小，加上中底缓震材料整体偏软的调教，这一双鞋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足弓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疲惫的。好在这一双鞋的鞋垫只是这种普通的鞋垫，如果想要更为出色的足弓支撑，可以自行更换一副带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它的实战体验会好很多。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且算可以接受，虽然球鞋的中底缓震材料是比较偏软的，并且在后跟处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都没有进行硬质材料的包围，在用后跟着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后跟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稳定。好在它在后跟的内外侧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加宽设计，并且整体的重心控制的也还算比较合理，穿它在实战的过程中脚底下还算比较踏实，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出色，经常会崴脚，那这一双鞋我还是不建议你购买。在重量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棒的，单支42码的风刺6 Pro Low 重量是357克，并且它的鞋脚一体性非常出色，整体的重量布置也十分合理，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特别轻质，重量表现非常拔群。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距离一双实战好鞋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中底过软的调教让这一双鞋在整体的体验方面并没有那么出众，虽然它的脚感确实非常棒，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都在水准之上，但是不算出色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真的浪费了这一双鞋出色的整体框架。如果这一双鞋的中底可以把中底重心再降低一点，把中底缓震材料的密度稍微再调高那么一点点，调教的更韧一些，那这一双鞋绝对可以成为一双出色的实战好鞋。如果能够在中底再加上一块前叉的碳板或者是 TPU， 以 Ultra 版本来进行推出，那真的可以成为国桥的翻身之作了。不过大家也不要寄希望于这些运动品牌们将来会推出什么，一般到最后都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李宁的 Ultra 系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不去期待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当下，就说这一双风刺6 Pro Low， 它就是一双不错的实战篮球鞋。如果你可以接受它中底偏软的调教，在发力的时候那一些比较明显的泄力感，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一些，那这一双鞋绝对是值得购入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场地感优秀、反应性出色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鞋款。那具体是不是要购买，我相信你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